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睡悬崖、爬雪山、斗蚂蟥，顶流明星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们公众号其实不太写流量明星的人物稿，因为他们的流量大多靠的是固定的粉丝群，而粉丝以外的大众对他们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。比如王一博，我一直就觉得他像是一个成熟造星产业打造出的完美产品，一台从不出错的流量机器人。旁人只能观察到他精巧的外壳，但对于他真实的性格，私下里是什么状态，一切好像都很难考究。但最近我看了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，探索心境，真的有些对他改观了。首先，他是来真的，一个细皮嫩肉的顶流艺人，在热带雨林里一条腿上被叮了3个吸血蚂蟥，一抬头就看见吐信子的剧毒竹叶青。高反严重到嘴唇发紫，头疼恶心，他硬是撑了下来，登顶了海拔5005米的雪山。最狠的是他还在桂林的悬崖岩壁上挂吊帐过了一夜，老板杜华一看天都塌了，摇钱树便迎客松了。这部硬核的纪录片就是王一博 Discovery 腾讯3方推出的新作品，探索心境。我觉得这个项目本身能成立就挺神奇的。见过流量艺人参加综艺的，但还是真的第一次见到有流量艺人能和 Discovery 探索频道一起合作拍野外生存纪录片的。王一博在这部纪录片里跟随6位 Discovery 中国探索家一起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户外探索，爬雪山、进沙漠、深入热带雨林什么的全都亲自上阵，一点都不掺水。除了这些拳到肉的探险，更让我没料到的是他的心态、性格和追求都赤裸裸的展示出来，完全打破了我对他光鲜偶像的印象，甚至有点佩服和羡慕了。王一博一直话不多，网上对此也有很多解读甚至讽刺。但看完探索心境之后，我才知道这哥的话少可能是一种很极致的情绪稳定。人类的外表下，本体是一只慢悠悠的卡皮巴拉。节目里有好多事件，要是搁我身上，我能崩溃大哭，至少大叫。比如雨林里追长臂猿那集，王一博走着走着，突然腿部一阵剧痛。一起的专家老雪赶忙拉起他的裤腿查看，只见他的腿上钉着一只巨大的蚂蟥，就是那种软乎乎黏达达吸血的东西。结果王一博和老雪俩人只是小声的哇了一句，那种哇不是出于害怕，而是带着点新奇，因为看到了没见过的新东西而发出的感叹。然后王一博在老雪的帮助下，把左腿上的3只蚂蟥一一拔掉，伤口还带着血，就平静的继续赶路了。弹幕里王一博粉丝看到这儿都疯了，有人甚至把他夸成世间少有的勇士。我是觉得没那么夸张，但他的表现确实淡然的超出我的预期。尤其是事后的采访里，王一博说自己本身还是很怕虫的人，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这么冷静的处置，是我没想到的。野外生活里，这样遇事沉着的性格可能是比丰富的户外知识更加稀缺。之后又到了渡河的环节，一开始我也没当回事儿，不就是游个泳吗？感觉比之前在雨林里又是蚂蟥又是青蛇的要安全点。但直到导演切了个全景镜头，我才发现这河原来有这么宽这么长啊！你们是在西天取经吗？像这样的野外河道，其实存在很多潜在风险。当然节目组肯定有救援的工作人员，
但这么宽的河道，实打实的游过去也真的不容易。难怪有网友说杜华看王一博渡河这段儿的心情，估计相当于广东老板看着发财树往自己身上浇开水。但王一博自己在渡河的时候却像个没事人似的，悠哉悠哉，像个英俊版卡皮巴拉。上岸之后，发现本该防水的包里进了水，睡袋、衣服全部浸湿了，咖啡豆也全被泡得不能再喝了。王一博嘴里说着伤心，结果语气平静的像是下班路上偶遇了一只蚂蚁。如果有一天需要荒岛求生的话，最好不要。如果身边的是王一博这样的淡人就好了。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意外状况，他都能稳如泰山。他从来不为不能改变的现实而情绪失控，而且总能平静积极的寻找解决方案。说句实话，这档节目让我第一次看到王一博艺人光环以外，作为一个普通人类的魅力。一个没那么在乎流量的流量小生。说起如今的顶流小生，王一博几乎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但他做的很多事情，其实是反流量的。比如我查了点资料才知道，探索心境这部纪录片是王一博自己牵头组的局。他在22年就有了拍户外纪录片的想法，于是就去联系了全球顶尖的纪录片团队 Discovery 又和腾讯谈成了合作。王一博又去请来了合作过的导演程耳做访谈主持人，这个局才组了起来。其实从功利的角度说，拍这样一部纪录片是和流量小生的固有逻辑反着来的。如果要吸流量，王一博大可以去拍一些古偶、情情爱爱的题材，绝对会比户外题材出圈的多。坊间传闻 Discovery 有严格的零植入规定，所以王一博在节目里穿的用的没有一件是厂家赞助的，从经济收益来说也并不划算。而且看过节目的就知道，王一博在节目里是真的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，一路都是纯素颜出镜，甚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容貌焦虑。原来王一博睡不够的时候也会有眼袋和法令纹呢，那我好像也没必要对自己太过苛责了。看完节目，我相信王一博牵头这样一个吃苦的项目，不是为了流量、金钱和形象，而是为了对他更重要的3个字：好奇心。在节目里，王一博总会提及他对新鲜事物的向往。对他来说，新的生命体验是比什么现实的好处都更珍贵的东西。说起来，这整件事情真的挺神奇的。内娱有几个明星想拍户外探险纪录片，就真的能拍成呢？但是这一切发生在王一博身上又挺合理的，他就是那种想要做到一件事就会付出全力去拼的人。纪录片里他有一句话挺让我惊讶的。程耳问他，到目前为止，有没有什么想要而没有得到的东西？王一博说没有。这句话并不是狂妄自大，而是他面对想要做到的事，会爆发出一般人身上罕见的那种意志力。他们在热带雨林里的时候，需要在树上挂上支点，这样才能爬上榕树观察四周。但这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，绝非易事。在连续失败之后，他也没有灰心丧气，而是说了一句：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我知道这只是时间问题。在整整1个小时的尝试之后，王一博终于成功的让绳子挂到了正确的位置。虽然这部纪录片才出了4集，却真的很刷新我对他的认识。所谓人红是非多，其实这2年围绕他的争议和赞美一样多，而我们普通路人只能雾里看花。但这部纪录片却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接触到了一点真实的王一博。
在极端的自然环境下，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底色。那种冷静、好奇、强者思维，都是包装不出来的东西。说真的，看了探索心境之后，我对他生出了新的尊敬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